夏法官你好，我是胡旭东的辩护律师陈一仲，这是我的名片、律师执业证、律所的介绍信，还有辩护委托书，你看一下。陈律师你好，我叫夏英杰，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员。夏法官，我这次来是申请阅卷的，尤其是公安局补充调查之后的案卷。你的申请已经收到了，我们会尽快安排。请问夏法官，有新的证据出现吗？按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复印部分卷宗。是这样啊，目前这个案子的疑点还很多，而且证据链并不完整。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全部证据的话，我认为对我的当事人是不公平的。而且新的诉讼法也明文规定，律师有权利查阅、抄录以及要求核实。陈律师，不用背法条了，我们不会故意为难你，也不会特殊照顾，咱们一切按新诉讼法走。规范不清楚的地方，目前解释权在法院。好。哟，等多久了？刚到。三长会议啊，焦头烂额。胡旭东的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舆论压力很大。今天就为这个事儿，也不是咱们拖，是检察院先推的卷，要求补充侦查的。那最后不还得落到咱们这儿来呀？反正我感觉不是很好。您放心，我亲自审。案卷看了吗？看了，您的感觉很对。怎么，证据那么不结实？得看从哪个角度说。跟我你还兜什么圈子？说。证据链不完整，口供有瑕疵，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于啊，我看你是没什么信心吧？我只是觉得钱新良那个案子的代价太大了，院里经不起再来一次。应该不会，至少这次被害人已经入土了，他不会像于三花那样活着跑回来。总而言之，抓紧时间，啊，快审快结，你把握好事实观和证据观就行。既然是我主审，就会办得扎实，经得起检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只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问过吕思怡吗？他说他没动过那个店。因为她是你女儿，你就相信她？我没有碰那个垫子，也不是我打的小报告。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你又怎么办？吕队，你怎么进来了？门没关。我跟王丹妮聊过了，他跟你说什么？你走开。哎，不是，他跟我说你走开。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一个误会呢？王丹妮没撒谎，你女儿也确实是冤枉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一辈子背着这件事儿，你也不用。你女儿是不是也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说？我跟她一样，也不愿意理我爸。她也许愿意跟我说点什么呢？我是，怎么样啊？母女平安，6斤7两。母女平安是吧？是。老婆，你太动情了，老婆我爱你。先生，你怎么办？好，小点，爸母女平安呀！爸，我也当爸了，爸，你当外公了，以后你得
2个小庙，什么时候能进去啊？我不能进去啊！恭喜啊，陆总！恭喜！我来啊！真干！海量啊，陆总！海量！就是有了闺女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了！哎，我跟你们说啊，现在我对你们都是俯视，全方位看不上啊！一帮臭男人。哎，我家也是闺女啊！告诉你，苦头在后面呢。小丫头片子能治死你！治我呀？我乐意呀，我乐意呀。来，有一个，怎么你不计划呀？海南问呗。这有啊。大家安静一下哈。我有个好消息，宣布一下，是关于我本人的。我呢，已经正式就任广东鼎新商贸集团驻本省的首席法律顾问。就在南路啊，就在南运大厦。大家到了省城，就来找我喝茶随时欢迎。慢点，随时欢迎啊，随时欢迎。来，老许，祝贺，来，赶紧的，起来，来，好事成双嘛！咱祝老许一个啊，再来一口啊！老许你伸一口啊！傻鸡姑娘，你高枝了。哎，怎么样？我跟李律师是和平分手。李律师和律所啊，这些年对我不薄。等下，感谢你，咱们喝一个啊，喝一个，来，喝酒不隔人啊！来一起，恭喜啊，老姐，恭喜老钱，谢谢。没这玩意儿，你的？我哪买得起那玩意儿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桂总啊，对，我后天去报道。房子找好了，2室1厅。感谢桂总关怀，感谢。那咱们后天见。好，哎，再见。公司非要给配一个，说打电话报销。金大律，这啥牌子？这是大牌，1万多块。不是，这个呀，叫斯瓦波达。说什么玩意？斯瓦波达。来，敬斯瓦波的，来，怎么吃这个呢，点点？不是让你去殷叔叔那先找彤彤吗？彤彤生病了，殷叔叔要送他去医院，你先把我送回家了。这不能当饭吃着，我吃多了胃不舒服。想吃什么？面条好吧？加鸡蛋。等会儿啊，别看了，看会儿吃。走。好的。好的，叫你啊。好的。吃饭了，点点。点点。爸爸，这是你吗？对啊，这爸爸年轻的时候。那这个阿姨呢？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吗？不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妈妈年轻的时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哇，好大啊！哇，烫啊！哎，
检察院那个补充材料到你手上了吧？那你明天放我办公桌，让我看一眼。小雨，你怎么又吃剩饭呀？你看你胖的全是这么吃出来的。你这个多月没跟我说一句对正话了。明天你就走了，要不你多说2句，你骂我几句，我心里也好受点。老天，是不是当初我要是同意和你离婚，你就比现在活得更有人样？我跟你道歉，我跟你检讨，我以后一定对你好。你能不能不要去找那个女老板了？撒爆他！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了？你闻我了？弄乱了，你放那儿，一会儿我给你收拾。说说吧。我同意于院长的意见，死刑没什么问题，证据确凿，而且事实也比较清楚。夏英杰，你怎么不说话？平时不都快言快语的吗？我组织一下语言。这还需要组织语言啊？于院长专业这么强，什么弦外之音听不出来啊？不同意就直说。好，那我就直说。疑点比较多，我先说大方面，细节咱们再讨论。第一，作案动机不合理、牵强。第二，作案工具没有在现场，没有扔掉，也没有掩埋，而是带回家里了，奇怪。第三，血衣血迹形成的原因存疑。第四，作案时间既无法锁定，也无法排除。第五，口供，这个是问题最大的，可以明显看出是疲劳审讯。看笔录上面，第一次审讯时间长达11个小时，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又审了11个小时，如此往复，就算是个铁人也受不了。而且，口供一共有3次，第一次是不承认的。第2、3次才逐渐靠拢案情，可能是被诱供，或者是太疲劳。那你觉得被告人在庭上翻供的可能性大不大？有这个可能，还要看辩护人的权衡。那就让辩护人死了这条线。车上拿了罐茶，一会儿给我来泡点好茶啊。
约的啥时候啊？还有10分钟。行，那我一会儿到门口给你盯着。盯着？这不是间谍活动呢，干什么呀？你给我整紧张了。安全第一吧。丽慧，以后离婚这种话能不能别随便说？吵架也别说，除非你真想离。哎，对不起，我那不是怕。我不怕受连累。那大不了咱也找个地儿卖米粉去。我拜贵牙为师，我找他学手艺，你不用出力，你就收钱，就天天垫钱。好，我记住了。哎，你一会儿悠着点儿，别该说不该说都说了。你说什么呢？你媳妇儿有那么笨吗？我至少也是个法学博士。行，那我给博士站岗去。你话啥意思啊？什么叫让他死了这条心啊？看补充证据了吗？看了，很多疑点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我是说，单看那只手套就能定死胡旭东。那上面有血迹，但是检验不出血型，怎么就认定是他的了？有血迹，在案发现场附近，搜出来的跟家里那只手套一样，戴上去正好合适。这些所有的巧合凑到一块儿，你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内心真实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是什么。公安局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案子是胡旭东做的，是典型的由供到证。不然怎么破案？高远，这些年变化可真大。秋月，到了。哎，这胡旭东的案子交给他行吗？别出什么差错。不交给他，交给你啊。我也很想为院里出份力，这不是马上要去党校培训了吗？分身乏术，分身乏术啊！当然了，我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去党校培训，要是推荐他，我也举双手赞成。你以为他看得上？我听说最近他在申请北京的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跟最高法联系得非常积极。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就是咱们的领导喽。明白了，怪不得前几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又是看英文报纸，又是背英文字典呢。庙小啊，本就装不下大佛。他那眼睛看的是北京，哪儿看得上咱们这个小小的滨江中院呢？ 1112，这边吧。哦。车头，里面请。想喝啥？谢谢。给你。张姐，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大师哥。 他人品绝对值得信任，我担保。你好，我叫张丽慧，曾经担任别山监狱驻监检察官。曾强，我是周报记者。谢谢你今天能来，我也是你们的忠实读者。谢谢。我们呢虽然是地方媒体，但是呢在全国还是有些影响力的，我认为非常符合你的要求。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
我希望这篇文章尽量保持客观，不煽动情绪，不曲解和拼贴事实，不断章取义，不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司法系统和中国法治。我只是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再有就是，稿子写出来以后，能不能先让我看看？当然可以，您都可以当我们主编了。张姐她夸你呢，但这个人长得有点阴阳怪气儿。我是说话又让人误会了吗？没有，我实在不好意思啊，张检察官，是这样，我完全能理解您的不安和压力，所以我倒没有不安和压力，就是希望能快点上报，我怕等不及。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这个录音只作为我写稿子的参考，不会让第三方听到，可以吧？好。那我们开始。我是不是死定了？如果想争取死缓的话，把握大一点。还是死缓？对，偶犯初犯，激情杀人，认错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可申请死缓。你直接说吧。如果不枪毙的话，我得坐多少年牢？20年左右。20年。那出来以后，跟我爸现在岁数差不多了。胡旭东，我可以，我也愿意为你做无罪辩护。你怎么想？做。早死早超生吗？我愿意做。怎么了？把小孩拉一了。喝了多少？说是不多。什么时候喝的？什么时候喝的？坐车马上是。2%碳酸氢钠洗胃，先给5000毫升，快！农药是在哪儿买的？县农资公司城关门市部，挨着长途汽车站那个。啥时候买的？前天从南路回来，下车就买了。为什么要买农药？想死。好，有什么事儿到南云大厦来找我。好，见面再说啊。你怎么回事呀？这也是。桂总。哎，你别进来。我们出去说啊。桂总，你没事吧？
都是我的错。啊？什么你的错啊？你不知道？不知道。总之，请你原谅我。我们公司因为一些突然的原因，不能再继续聘用你了。所以，哎呀，但是这个月的工资我照样给你，现金，不用打碎的。你拿着吧。但是之前给你那台手机是公司的资产，麻烦你还回来。谢谢谢谢，不再联系吧？不联系了。桂总，为什么？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想找麻烦。对不起对不起。桂总，桂总，桂总，你不用我可以，你总得告訴我是為什麼吧？你老婆琴日嚟鬧事，你真係唔知？啊？講咗好多莫名其妙嘅說話，總之就好唔中意你喺呢度翻工啦，打爛咗公司道門不特止，仲毀傷我塊面，佢真係神經病嚟嘅，你快啲帶佢睇醫生啦！對不起對不起，桂總，我向你保證，我拿生命向你保證，他再也不會來鬧。哎呀，佢仲飲咗農藥啊，大支，大家都好驚，我即刻叫救護車，跟住佢就跑咗去啦。佢冇事啊嘛？他喝的是那個百草枯吧？我點鬼知佢飲乜鬼啫？那是嚇唬人的，那是假的。我向你保證，他絕對不會再來了。我拿生命保證。我係做生意嘅，我唔想沾呢啲麻煩。係咁啦。黐線啊！你老婆為什麼總帶個假農藥？她老跟人吵架，撒潑，嚇唬人。那你買真農藥，是為了調包嗎？是想自己喝，當着他的面兒。這怎麼又變成他喝了呢？是你灌的，還是又騙他喝的？哇！你裝死！让你装死！你想死？好，今天你必須死！你喝不喝？你不喝，你不喝我喝！我死！他到底喝了多少农药？具体多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5毫升有多少？就这么多，足以致死。是我自己要喝，被他抢过去的。他自己抢过去？那你为什么自首说你杀人呢？啊？就是我杀的。怎么去医院吧？你还是舍不得我的。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小恩回来，咱们好好过日子啊，再也不分开。所以你就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送到医院的是吧？当时他吐出来了，我就要带他去医院。他说没事。没想到第2天早上就恶化了。那你买这个药之前，对这个药的毒性和发作特征有了解吗？不是太了解。秦志高，药是你买的，他抢过去喝的，喝了多少你不知道，药的毒性你也不了解。你不会是想告诉我，你来自首是出于内疚吧？
我老婆现在怎么样？就过来了。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没有异议？有异议。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供述笔录上的字是你签的吗？是。有人采用暴力殴打等手段强迫你签字吗？没有。没有人干扰，没有人威胁，为什么没有读完笔录就签下这个字？我当时几天几夜没睡觉了，脑子不太清楚。农药是我自己喝的，跟老秦没关系。您不要抓他。平时你们夫妻感情怎么样？好得很。我跟老秦可好了，别听别人瞎说。您别抓他。警察同志。我啥时候能出院啊？我回家养着就行了。大夫不跟我说呀？你和被害人尹平认识多久啊？打小就认识。那他为什么烧你家生果棚？抽风呗，我反正没招他。那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一开始我先告到派出所，检察不管。后来我又找到法庭，法庭说精神病人管不了。那你在其他部门都没有办法介入的情况下，有没有想过报复？我正准备结婚呢，哪有功夫跟一个病人较劲？被告人，半年前你进了次派出所，是因为打架对吧？对，是和售票员，他让买票，我说我买了，他说我没买，不许跟挖坑啊！两个人就干起来了。你自述是喝多了，确实吗？对。喝了多少？喝多了吗？不太记得了。反对，审判长，公诉人的提问与本案无关。公诉人，请聚焦一点。1996年10月17日晚，你喝酒了吗？喝了。所以跟之前一样，你喝多了就很难控制自己，对不对？那是你觉得。反对，审判长，公诉人在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对被告人进行诱导性提问。公诉人。审判长，我们想确认：一，案发当晚他是不是？公诉员想干啥呀？二，他是不是又一次失控，并付出暴力？所以刚才的问题不仅与本案有关，而且相当重要。公诉人不能以被告人曾经酒后与人发生过冲突来证明被告人每次酒后都会有暴力行为的发生。我话可能就比较直接啊。该上的手段呢，我们都可以上，但是送来的太晚了，错过了抢救时机，救回来的希望不大。你跟你爸最好商量一下，要不要再继续抢救？要花很多很多钱。被告人。案发当天，你喝完酒从刘二东那儿出来，穿的什么衣服？里边是件衬衣，外边套了个西服。你跟警察提过这件西服吗？为什么口供里没有提及啊？也没人问呢，里里外外都在研究我那个衬衣了。西服现在在哪儿？家里挂着呢。审判长，我方请求立即调取被告人所说的那件西服作为新物证，并检验上面是否有血迹。本庭已经记录在案。被告人，
10月17日晚上，你从刘二东那出来的时候，直到回家，路上有没有碰到过任何人？没有。这是11月19日，补充侦查室在案发现场附近提取的劳保手套一只，上有血迹。随后，侦查机关依法我跟你说了吗？哪里错了我记。起获劳保手套一只，与现场提取的这只可配成一对儿，被告人试戴，大小合适。审判长，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物证和笔录为什么在案件中没有体现？公诉人对这个有什么解释？这是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室刚刚获取的证据，时间太紧，来不及入卷。那个，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暂时休庭。同意休庭，大家吃个午饭，下午2点继续开庭。走吧，走吧。好，去走。跟你说一声啊，我们中午去了趟医院。他怎么样了？还活着。医院说还要做透析。你们平常感情怎么样啊？不好。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名人。你能分出左右手吗？这哪分左右这东西？大小可以吗？可以，你看，能看出左右吗？这个不分左右，戴上就行。合适吧？合适。这玩意儿有啥不合适的？这玩意儿分前后吗？不分吧？这分啥前后啊？辩护人出示这些影像材料，想说明什么？公诉人提供的新的物证，也就是这种劳保手套，随处可见，外面的几家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都是同款均码。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劳保手套不分左右手，也就是说，随便找到2个单只的劳保手套就能凑成一副。辩护人质证阶段不需要过度展开。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这个物证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而且现在案发现场施工很可能是工人的手套。我们调查过，现场工人戴的不是这种手套。那也不排除是其他工人遗漏的，而且这个泔水区常年有工人跟村民从那儿经过，而且那手套上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血迹啊？血迹是不是被告人或被害人的？侦查机关征询过专业机构意见，只能验出人的血迹，无法验出血型，所以也不一定是尹平的血，对吧？审判长，我申请对被告人补充提问。可以补充。被告人，这个劳保手套你认识吗？不认得。这玩意儿，村里干活的家家都有，我认它干啥？那公安在你家为什么只找到了1只手套，另外1只呢？你就没丢袜子呀？我问完了。对呀，我也是这个意思啊。你先把人放出来嘛，啊，万一他老婆真的出点什么事儿，他也跑不了啊。好，那谢谢老范，再见。哎呀，孩子，你坐。你爸爸去自首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随意撤案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呢，公安可以先安排一个取保候审，有什么情况以后再说。一会儿我安排，你去领人啊。谢谢丁伯伯，谢谢丁伯伯。这个我们在案发现场做过还原实验，在案发当晚11点左右，全黑的情况下，想从现场的石堆中找到3颗衬衫的纽扣，
短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季节月光很亮，晚上能见度比较高。这是当天的月相报告和天气报告。10月17日那天是峨眉，月亮只露出1/4，而且当天晚上云比较厚，遮住了。现场300米内没有路灯。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伸手不见五指。报告显示，衬衣上的血迹检出的血型分别为 O 型、A 型和 A 型，而被告人、被告人之弟、被告人之父血型分别为 A 型、O 型、A 型，而被害人尹平的血型也为 A 型，所以不排除此血迹为尹平所留，所以也不能证明衬衫上的血迹就是尹平的，对吧？血型只能来排除，不能用来锁定。我想请问，为什么不做更细致的血型检验，或者是 DNA？ 目前提取的被害人的血样已经无法达到重新鉴定的技术要求。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对衬衫上的血迹进行重新鉴定。控诉人，你刚才说现有的被害人血样无法达到重新检验的技术要求，其中包含 DNA 鉴定吗？包括，我们问过北京的机构。如果必须要重新鉴定呢？那可能就要开棺，被害人已经土葬。如果衬衫上的 DNA 检测出来与被害人无关，也就是说不是尹平的血，那就足以证明凶手不是被告人。万一呢？万一再有漏检或者再有失误呢？这时候就不提严谨了。在哪儿？被害人身上一共遭受了14处锐器伤，其中有13处都在被害人的右腹部，另外1处在被害人的左侧后腰部，刀刀深入内脏。可以看出来，凶手是一个可以熟练使用刀具的惯犯，而且有很大概率惯用手是左手。第一刀是从被害人的背后扎进去的。由此可见，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而不是像公诉方所说的酒后激情犯罪。以上的特征与被告人不符。我提醒一下辩护人啊，在法庭上，只有被采信的证据才能成为证据。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不是逻辑推理，就是主观猜测，或者可以说是挑战法医和专业检验机构的鉴定报告。干嘛呀？我知道幼儿园平常挺顺着的，但这次有点太过分了吧？我那差点都把那个李焕民给定死了，他非得插一堆。那人家法官这么干没错，那公平不是错吧？你咋那么吵腾啊？你那本来也不是直接证据没有用，你能证明当时胡旭东行凶的时候穿着西装了？你证明不了。我没你那敬业啊。老妈，是我知道孩子今天白天儿，我跟一中副班今天开庭呢，你等我回去，你看我表现吧啊，我将功补过，好了。孩子白天儿，急了吧？我骂了。那你是不是没见过闺女呢？没有啊。你看，俺俩一天净忙着破事儿，你看看啊。那，怎么样？哎呦，这么胖啊！刚生下来快7斤了。那眼睛长得像你媳妇，像她小，我眼睛太小。
哎呀，怎么世界这么小啊？都在这儿吃啊？想的这事儿能顺利一些，现在彻底乱套了。都到这儿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换我就当成谁也不认识，大杀四方。你想的就是大杀四方，那你现在怎么大杀四方呢？你陈一中也找不出一个确凿的证据，咱在庭上只能这么尴尬，咱还能说啥呀？什么也说不了。快吃吧。我去会会他们啊。你这会儿去干嘛呀？你别找事儿，违规这是。哎呀，你怕啥呀？都老同学。别找不行了，你再待着吧啊。走，行，哎呀，这，我知道规矩。你这胆怎么那么肥呀你？今儿我姑娘摆天我喝这个没毛病吧？那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干爹、干妈，那还有个干爹呢。没见我闺女吧？嗯，你看看啊，我这大胖闺女，你看看，你看，行吧？可爱。你给她看看。酒不喝了。不行。哎呀，到个点儿就完事儿，快点。该回去了。你今天你挺气人的你。走了。这篇文章，你领导看过吗？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他很重视也很支持，但文章还没看过。你是第一个读者。那这么写能发出去吧？我师父曾说过，要相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偏爱，哪怕暂时有曲折，但还是会回到正路上来。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我要是在报刊亭看到的话，一定多买几份报纸送给我朋友们。相信很多其他的媒体也会转载，甚至包括中央媒体。我能提2个小建议吗？你说。我看这里面有提到我丈夫。只提了1句。能不能一个字都别提啊？可以。好，谢谢。还有，严继才女儿这部分可以删掉吗？我能理解你的顾虑，但这个女孩对唤起读者的同情还是很有帮助的，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还是希望可以保护好他的家人。如果这篇报道爆出去的话，那他妻子的生计可能会被干扰，甚至是断掉。还有他女儿在学校里有可能会被叫成强奸犯的女儿，那我会非常自责的。对，大众的同情心来得容易，变质也快，不可靠。好，同意。我也更相信理性和深度思考才是这篇报道真正的目的。还有其他意见吗？什么时候发稿？不出意外的话，会很快的。也许有一天早上你一出门，发现一切都变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对，媒体的力量。那就这样。好，真的非常感谢。客气。审判长，我申请就新补充的证据向被告人提问。可以。被告人，这件外套你认识吗？认识，我的。被告人穿的这件西装，上面没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任何被清理过的痕迹。10月17日当晚，你一直穿着它吗？从大刘那喝完酒出来是穿着的，他可以作证。所以你在杀害尹平的时候也穿着这件衣服吗？
没杀他呀！你说啥呢？你怎么能给我下套呢？咱俩是一边的呀！沈班长，他能这么问吗？你们允许他这么问吗？我问完了。爸，先别急。你干那个有点太冒险了，你万一回去弄上套了咋整啊？那不弄脚弄拙，彻底演砸了吗？不向委托人提答案不确定的问题，这不基本常识吗？哪不吃啊？这么焦虑啊？咱们不管是控方还是辩方啊，其实最后都是看你手里有什么，拿我们有的打他们没有的，我们就赢了。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咱们现在手里但凡有一条直接的重要的证据，就能把他们的控告逻辑直接给打垮。但是咱没有，我们现在有什么？逻辑推论、合理怀疑，这都没用啊，这都不是证据，用不上啊。但话说回来，都没证据，凭什么他们赢了？这样子啊，要想赢，最后就看那法官怎么认定了。想赢啊？你要是为了赢，我就不来了。你放心吧，这官司不可能赢。哎，这要按理说，如果用疑罪从无的原则，他是不是就是无罪？对吧？咱们今天都多余在这跟他们纠缠。你按理说，我现在应该在南隅陪我媳妇儿哄闺女呢，我犯得着在这看你垂头丧气、患得患失的呀？你赶紧吧，都开庭了，别等你抢啊！小儿，这是7万块钱，你妈攒了一辈子，现在把它取出来，给你妈救治用。如果爸万一你就拿着，如果不够，就把房子卖了，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你妈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向公安证明，我丈夫秦志高是好人，和我死无关。秦志高妻高秋月绝笔。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公诉人，我的当事人胡旭东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公民，如今被铐在被告席上，理由是一段充满合理怀疑、漏洞百出的证据链，指控他
用他珍藏的军刺，刺杀了一名连犯罪二字都听不懂的精神病人。这些证据比那把所谓的凶器更锈迹斑斑。我们有证人证明，胡旭东跟尹平的奶奶关系很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尹平家做一些农活，伸出援手。在尹平烧了胡旭东家的牲口棚之后，他没有选择以暴制暴，他也没有选择上门理论，他选择相信法律，找到法庭，寻求制度的帮助。就是这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在他马上要结婚之前被抓起来了，被扣上了一个杀人凶手的罪名。如果法律闭上眼睛，证据服从怀疑，那我们到底是在惩戒犯罪，还是在制造新的被害人？当一个被审判者走进法庭的时候，他应该碰见的是公正严明的天平，而不是一颗命运的骰子。尹平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尹平的奶奶含恨自杀，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难道我们要让一个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胡旭东也含冤而死吗？我们要再制造一个家庭的悲剧吗？我今天说这些，也不是想博取大家的同情。我想替所有相信正义、相信法律的人，恳请法庭给胡旭东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我说完了。一中啊，下次开庭什么时候啊？时间没定。法院这次对这个案子挺慎重的。上次庭辩啊，我都听说了，辩得很好。前半段啊，把控方这个证据链啊，就撕出了几条口子，做得很不错。这个后面有点太感性了。那你这就太苛刻了。如果这个实体法够细，程序法够硬，那他还用变得那么虚吗？老周，你就是糊涂，你就是吹毛求疵。这程老师说的对，其实我意识到了，这次要不是叫陆泽明来帮帮我，那我可能更不接地气呢。哦，那他还算没走歪。但这次实践呀，我收获挺大的。这也提醒我，以后做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时刻记住，不能闭门造车。这次修法，无论是刚刚实施的诉讼法，还是即将审议的刑法，相较于以前都有些进步。但是现实中的问题，想要一蹴而就、彻底改善，也是有困难的。我们都老了，那尤其是他，老胳膊老腿了，蹦跶不了几天了。以后要靠你们了。于高远呢怎么样？他会怎么办呢？不好说。他的判决可不仅仅是对这个案子的。我还是认为应该死刑。居然当庭翻案，态度还那么嚣张，我看啊，也就不用提什么从轻了。于院长，我觉得应该好好查查这个律师，是不是他撺掇被告人的？夏英杰，你怎么看？你不会认为他无罪吧？我就认为是无罪，本来还有点保留，庭审之后更确切。
无罪，开玩笑呢，这是要炸锅的呀。无罪宣判确实动静太大，我建议收捕检察院撤诉，内部解决。你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老张，不管站着还是坐着，我都有权说话。于院长腰还没疼，你先心疼上了。先吃饭，今儿食堂有红烧肉。其实刚才有句话，我当着那马平金的面没说。其实一开始就应该退院，现在审也审了，就是个烫手山芋。这也是个硬币，扔也扔不掉。退军这么容易吗，谢安杰同志？老于，忘记你是院长，就把自己当一个普通的法律人。你听完庭审再结合一众的辩护词，你真的认为胡旭东是凶手吗？非得听到你想要的答案才确定我说的是实话，对吧？我相信你的判断。我相信法律。好的，于副院长。师傅，我刚又去了趟南楼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家就好像没听说过我这事儿一样，根本不理我这茬。我看还是得往高院上下点功夫，使点劲儿，也许这样能有用，也得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呀。是。师傅。他们发了这篇报道，全国很多家媒体转载，听说北京方面也很关注。我们现在很被动，同志们。是啊，省高院也专门向我们了解情况了。我们院大家都在议论，都在等着看呢。看什么呀？看热闹？反正什么心理都有吧。对不起，各位领导。情况紧急，我必须向局长汇报。说吧。江北看守所有个犯人叫贾鹏，他交代了，李岩是他杀的。那边公安局已经把协查通告发过来了。调查组马上要到了，师傅，您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是领导，我有什么要嘱咐的？师傅，都啥时候了，咱俩就别装蒜了。哎呀，你说这个贾鹏，他在看守所里能看报纸吗？他能接触别的犯人吗？您啥意思？你看啊，咱们这一核实案情，恐怕就得2、3个月。哦，他早不招晚不招，报纸上一登，他全招了。这帮家伙为了能多活几天，恨不得说自己吃过唐僧肉。您不是一直要比对一个 DNA 吗？这回正好。我觉得口供也很重要，我们应该问他一些报纸上没登过的事情。这个就不用您嘱咐了。李辉啊，当时院里同意接收你，是考虑到你是既有高学历，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啊。一个女博士在监狱一干就是7、8年，不简单哦。所以当时他们在会上一提，我立马拍板。这样的人才我们不要谁要啊？必须抢过来！感谢院里重视，感谢领导关怀。哎呀，我这个人呢，最初和媒体打交道，不是因为别的啊，就是嘴笨。所以今后院里有什么宣传啦、跟媒体打交道这些事儿啊，最好都派你去啊。检察长，我不是想为难咱们院，我是不是太不懂事了呀？哪儿的话。为冤案申诉、追求真相，本来就是驻监检察官的责任嘛。你让我们配合你的工作，也是理所应当的啊。你别这么说。
好像把我当外人了。开玩笑，开玩笑。李慧啊，实话实说啊，这个案子呢，院里的部分同志啊，有些想法，也属正常啊。毕竟呢，当初大家为了这个案子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受了不少委屈。现在忽然又重新来一遍，搁谁心里头都要有个接受过程嘛。是。所以你也别有什么负担啊。院里呢，还是实事求是的，不护短。上院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正式开始调查严尼财案。你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哦。啊什么？条件可给你创造好了啊，下面就看你的了。你呢，别有顾虑，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找我。正好市局要紧急提审贾鹏，你对严尼财的情况比较熟，跟他们去一趟吧。好，谢谢检察长。姓名：贾鹏，贾宝玉的贾，大鹏鸟的鹏。知道我们今天来是问你什么问题吗？知道，因为我弄死个姑娘，叫林燕，对吧？记不记得是哪天？记得。1991年7月9号晚，南路市科技开发区景观大道旁边的小树林。你自己具体说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看起来挺文静的，但实际上应该特别有劲儿。贾鹏，你给我老实点儿。你的死刑复核马上批下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着什么急呀？我也懂法，慢慢聊呗。这案子都过去好几年了吧？日子还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7月9号是我的生日。喂，丽慧啊，你师傅这2天的状态不太好，你以后能不能别打电话了？实话丫头，咱们明天说吧，现在赶紧休息去。哎，不要不要，哎呀，俺老婆子，她不但是对你，跟谁都这样，她就是照顾我呀，照顾的太累了。丫头，原谅她吧，啊。明明就是我的错，我应该白天打给你的。你休息吧，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对。有收获吗？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细节，警察很年轻，也不是办理当年案件的，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听了心里一惊。是那个安全里才有的那东西吗？他说林燕被害当天穿了双白色的凉鞋，就是这双白色凉鞋勾起了他的邪念，但这双白色凉鞋从来没有公开过。师傅，我心里现在也挺纠结的。
我理解，你呀是希望这个真凶就是贾鹏，但你又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希望给绑架了。我也想找到其他可能。丫头，如果这个贾鹏啊，他要不是凶手，他还能掌握这些情况，他就3个可能。师傅，丽慧呀，有啥事明天再说行吧？你师傅他撑不住了。丫头，继续挖他啊！我呢，尽快回趟别山。你哪儿都别去了，我去。都咳得这么厉害了，还去哪儿呀？我也希望贾鹏他是真凶，但是我更希望咱们这个案子也是翻得结结实实的，咱不心虚。哎呀，师傅，我对不起了都。师傅，你以后别说这样的话，我听不得。你快休息吧，我挂了。这么想，暂时先撤诉，然后让公安局补充侦查，下一步怎么样再说。如果到时候证据充分了，我们肯定全力配合。是，大家伙现在都骑虎难下的，影响尽量小一点，不也挺好的？我知道撤诉不好看，到时候真判了无罪，你们那更难受。不信我说的？不信，别唬我。就算你们合议庭判无罪，那审委会那关你们也过不了啊。而且被害人家属肯定要求我们抗诉啊。别忘了他可是记者啊，那热闹更大了。到时候麻烦的可是你们。你们是不敢判无罪，才来找我们撤诉，对吧？有早没早，能打3竿子。我理解你的苦衷，我们也有监委会，不然我会让这样的证据上庭。您真的觉得胡一东杀人了？无罪，你怎么想的？不是我怎么想的，是庭审的整个过程说服我的。看案卷的时候怎么没说服你啊？案子还是得亲自审，法官的亲历性、言辞的直接性很重要。看卷宗办案还是隔着一层。听你的意思，你觉得咱们审委会制度也有问题喽？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确是我们审判机制存在的问题啊。到这个节骨眼上，你跟我反思起制度来了。当初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要把这个案子审好的？改判无罪是为了咱们院好。这个事情我前后后想了很长时间，如果顶不住现在的压力，再出一个钱行良怎么办？这个利害关系用不着你帮我分析。今天叫你来，是让给你看看这个。什么意思？哎，于院长还没来吗？不是说今天要讨论出个结果来吗？邱院长叫走了，让等一会儿。怎么着？你还坚持无罪？于院长跟你透底没有？他站哪一边？
我押宝啊，他应该也是死刑。郑法官，这可是一条人命。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这不就是闲聊天吗？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再回滨江啊？等我法院通知重新开庭。咋了？啊，有个事儿哈。哦，这事儿呢不怨你爸，要怨你就怨我。完了，这一听就不是好事儿。怎么能不是好事儿呢？咋了？是这样的，你爸呢有个同学的老战友的同学的女儿相亲啊，不去。你看你，这怎么就不去呢？我给你讲，这女孩她叫田梅，你听这名字就多好听啊！见见去呗，就算给你爸一面子。妈，这种本来就不可能的事儿，你去了反倒叫人误会，到时候更尴尬，真的。哦，看这意思，跟小夏成了。特别好。你找我啊？今天那会怎么没再开了？不是要下结论吗？听我的，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大不了重新开庭。为什么呀？今天我上午去秋月那儿总结工作，给我的。这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甩锅的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如果这个案子判的有瑕疵的话，我们两个逃不开关系。这算什么呀？那天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我们就是偶遇，就只喝了一杯，还是因为老陆生孩子。这谁拍的？沈平的叔叔拍的。查出了我们是同学的关系，而且他还不是举报，他是直接到邱院长那反映情况。如果他举报的话，你想什么后果？这要干嘛呀？咱们是法院，就这么被人要挟呀？这不笑话吗？你听我的，现在就退出。这个案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万一，我说万一，这是个冤案的话，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你肯承认了？承认什么？胡旭东是无罪的。我现在认不认为这不重要，你明白吗？你怎么认为怎么不重要了？这很重要啊！这个案子不仅仅是判给胡旭东的，是判给你自己的，于高原。你的良心，你的判断力，你面对困难的勇气。你现在还不明白吗？胡旭东一审死定了，死缓都费劲。就算之后复核不通过，尹平叔叔拿这些照片去大做文章，你怎么办？你身上背着钱先良的事情，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吗？如果你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你连法官都当不了，你甚至可能会进去，你知道吗？我在保你，你信？对不起，我的问题，我就不应该把你拉进来。认错错了。那你呢？我无所谓。我是审判长，我也是审委会委员，我脱不开关系。现在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摘干净了，立马想办法跟陈玉忠回北京。你不用管我去哪儿。于高远，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告诉我你没办法了是吗？你就想放任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我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怎么过审委会？10几年了，我很多次，我想跟你说，我以前小看你了，我错怪你了，我都盼着你能做出点事儿来啊！
让我跟你道一次歉。这次我还是要谢谢你，但是这句对不起说不出口。Thank you.